All-Star 天贝去年初才正式进入消费迷你主机市场，虽然他们之前已经作为迷你主机的方案提供商，给很多品牌提供了众多的解决方案。一年来，天贝发布了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产品，特别是具有超级大满宽接口的平价 AMD 旗舰小主机，获得很多好评。天贝这些产品涵盖了低功耗小主机、中端和旗舰迷你主机，它们的共同之处全都是核显小主机。而这一次，天贝推出了新品独显迷你主机。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9 6900HX CPU 和 AMD RX 6600L1 独立显卡的天贝游忍 X 迷你主机。独显迷你主机最重要的就是图形和游戏性能。今天我们会重点关注这台准系统销售价格是3200元，是否仍然是天贝一贯的平价超值呢？希望答案是肯定的。大家最近如果有3000多这样一笔预算来购买小主机，是选择 X86 独显迷你主机呢，还是 HX370 核显迷你主机，或者是 M4 Mac Mini 呢？天贝游忍 X 迷你主机装置 AMD Ryzen 9 6900HX CPU 8核16线程，装置 AMD RX 6600L1 独立显卡， 8G GDDR6 显存，双通道 DDR5 内存48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x4 接口，3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呢。一对外置的 WiFi 天线和内六角扳手。说明书，这是上循氮化钾电源，20伏14安，一共280瓦功率。小主机是全金属镂空机身，顶面、底面双侧都有通风格栅。前面板电源开关键 ，USB 3.1C 口10Gbps， 前置麦克风接口，前置耳机接口。USB 3.2 进1A 口 5Gbps， 后面板独显的 HDMI 2.1 接口，独显的 DP 1.4 接口，双 2.5G 网口，4个 USB 3.2 进2A 口 10Gbps， 后置耳机接口，后置麦克风接口，下面还有 USB 4接口。使用内六角扳手卸下6颗螺丝，取下盖板，揭开后部散热风扇。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双 DDR5 内存插槽，一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旁边是英特尔 X210 WiFi 6E 无线网卡，没有堆叠。这下边还有一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进入 BIOS， 内存显示4800兆赫兹。今天我们使用这台小主机的默认设置来进行测试。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稳定在45瓦，几乎保持一条直线，整机功耗85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4.0 赫兹，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1小时17分钟内，天贝游忍 X 的 6900HX CPU 功耗一直保持45瓦，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 70.5 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4度，温度真不高。我们使用天贝游忍 X 迷你主机的 Ryzen 9 6900HX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2分18秒，共计738秒。738秒是任三家移动标压 CPU 最好成绩，它超过了我们测试过的所有 6900HX。CPU-Z 多线程6482，单线程668.7， 多线程性能在所有 680M 核显小主机中最强。Geekbench 5多核10310，单核1600，多核成绩超过了其他的 6900HX。Geekbench 6多核10989，单核2185，多核成绩登顶最强 680M 核显小主机，但明显低于 780M 核显小主机。Cinebench R23 多核14409，单核1600，多核成绩超过了所有的 6900HX。Cinebench 2024多核793，
单核92，多核成绩打拼了自家的 GM12 Max 的6900HX。Passmark 多线程27418，单线程3599，多线程成绩超过了其他的 6900HX， 成为了任三家移动 CPU 的第一名。综合来看，目前这台天贝游刃 X 迷你主机的45瓦性能发挥，多核性能高于其他所有 6900HX， 是 680M 核显小主机的第一名。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456805， CPU 得分682656。我们还给这台天贝游刃 X 的 6900HX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748,438，XX20 420,269， CoreMark 401,153。在 CoreMark 成绩上，它排在了 6900HX 的前列。天贝游刃 X 迷你主机，它装置了 RX 6600LE 独显。我们先来跑 3T Mark 的测试， TimeSpy 7858， Firestreak 21333， SteelNomad Lite 48.71 FPS。 把 3D 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TimeSpy 和 Firestreak RX 6600LE 的图形性能是远高于核显中最强的 HX370， 也稍稍高于我们给 MS101 添加的80瓦功耗发挥的 RTX 4060。 SteelNomad Lite 6600LE 低于80瓦功耗发挥的4060，但还是把 HX370 甩很远，也比 M4 Mac mini 强太多。接着来看 RX 6600LE 的功耗表现，我们先单考 GPU， 看到它平均跑在100瓦，接着加入 CPU-Z 压力测试来双考， RX 6600LE 保持在100瓦， Ryzen 9 6900HX 45瓦稳定输出。接着来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极端画质，2倍抗锯齿，普通场景80多帧，复杂场景70帧左右。2K 超高画质，普通场景80帧出头。复杂场景接近70帧。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全程没有低于170帧。2K 超高画质，全程没有低于120帧，非常 nice。荒野大镖客2 1080P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72帧，2K 超高画质。平均帧55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105帧，2K 最高画质。平均帧65帧，英雄联盟 4K 最高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帧140帧，原神 4K 最高画质，战斗起来跑起来50帧左右。
最后我们测试黑生化悟空 1080P 超采55 FSR 均衡模式，关闭真生成，画质自定义。测试结果是平均帧61帧。实战一下。说的那个铁病人。这就是 RX 6600 LE 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我们把古墓丽影暗影测试结果做成图表，比较一下 ，RX 6600 LE 还是很不错的，对比 2070S 和 4060M 各有胜负。再看看跑拉玛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车变成 35.43 token 每秒，稍稍低于80瓦功耗释放的 4060M， 比 HX370 和 M4 Mac Mini 强太多了。如果看 Geekbench 6下的 OpenCL 跑分，连 M4 Pro Mac Mini 也干掉了。RX 6600 LE 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 DP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DP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的10位 RGB 信号输出。以上两个接口都是独显直连。USB 4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这个接口是通过核显输出的。HDMI 连接索尼 OLED 电视，最高支持 4K 120赫兹10位 USB-C R444 的显示信号输出。RX 6600 LE 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4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4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硬盘测试7100兆比每秒，达到了 PCIe 4.0x4 的最好水平。USB 4接口连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较好的 USB 4测试的存储带宽速度。WiFi 测试英特尔 AX210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83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英特尔 i26-V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天贝游忍 X 独显迷你主机装置了 Ryzen 9 6900HX CPU 和 RX 6600 LE 独显 CPU 45瓦的性能释放， GPU 100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双烤时最高整机功耗才223瓦，待机最高功耗 26.7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咱们280瓦的氮化钾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5度， GPU 待机温度31度， SSD 待机温度42度。这台小主机双烤 CPU 和 GPU 45瓦加110瓦，压力测试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48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40到41分贝，接近安静了。天贝游忍 X 独显迷你主机装置 Ryzen 9 6900HX CPU 和 RX 6600 LE 独显 CPU 45瓦的性能释放， GPU 100瓦的性能释放。小主机的 CPU 性能就是任三家移动 CPU 的最强者，680M 核显 CPU 的顶峰，它的独显也非常不错，和我们装置在 MS01 上的80瓦性能发挥的4060几乎一样。我买这块显卡可是花了2000多元，这样一比，咱们天贝这台独显小主机还真是平价超值之选了，毕竟它只要3200元。不要说 HX370 要零4000多，就是国补的 M4 Mac mini 也要3500元，它们的图形性能远远不如这台，接口配置也达到了不错的水平，双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双 2.5G 网口， WiFi 6无线网卡没有堆叠，还有外置天线，3显示输出接口， HDMI 和 DP 独显直连， HDMI 还是 2.1 的，独显直连意味着制作黑苹果应该是可行的。缺点嘛，就是镂空的体质容易招灰，可能运行一长段时间得给它吸尘打扫一下。总结一下， CPU 45瓦的性能释放， GPU 100瓦的性能释放，散热和静音都优秀，各种接口比较齐全。它的 CPU 性能肯定不如 8845HS， 也肯定不如 HX370， 但在目前的 1080p 3A 游戏下，我觉得够用了。它的图形性能、接口、散热、静音、设计、做工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它还不贵，3200元的准系统新机价格，独显迷你电脑一般不便宜，这价格算超值的。别的不说，二手 HX99G 闲鱼都要卖你3500元了。我们把它推荐给需要使用迷你电脑玩游戏的朋友们。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